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27号。今天跟大家分享对市场的观察。这礼拜我们看到市场情绪非常的热络，当红炸子鸡特斯拉连续暴涨。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观察？我对市场有几点观察让我感觉到非常的不安。在这里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觉得不安，我的观察是什么，后面我该如何操作，特斯拉后面的走势我们该如何去应对。那么如果你在这里面选择谨慎，是不是这里是一个做空的机会？我会在今天的视频跟大家一一的来拆解和分析，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呢，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分享、转发。我们开始吧。好，我们先进入指数的日线走势。那么我们先看到标准普尔，标准普尔在这个走势中，日线走势中突破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下降趋势线。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的这里突破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小盘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阻力线处的一个突破，小盘在这里突破。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纳斯达克也突破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区间，加上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线。那么从市场的走势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日线上没有出现任何的走弱的一个迹象，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市场上现在处于一个非常过热的一个情绪那么从日线交易的角度来说，市场上从这里面出现发大财信号到现在这段时间仍然是维持着一个多头的格局。那么我们后面跟大家讲，就是我会看到那些让人不安的点在哪儿呢？那么维持这种多头格局，如果你在这里面追高做多也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面黄色线的这种止损是非常近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开多，但是一定要把止损设得非常的紧，也就是这根阳线只要不被消灭掉，我们依然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做多。好，那么这是从多头的角度去分析。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从市场情绪的角度，为什么我会认为这个位置上你应该更加小心呢？或我会感到更加的不安呢？我们从以下的两个维度进行一个分析。那么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任何一个大的这个下跌，或者说小迷你熊或者是熊市也好，它所走出来的这种形态与当下的这个形态是否一致我们再来回到标准普尔的这个走势。那我们来看，我们之前上礼拜分享过，任何一个牛市的一个结束，它必然会出现什么呢？它必然会出现一个任何一个熊市的结束，它必然会出现一个非常凌厉的第一波反弹。且这个反弹大家注意，不管是你看标普、纳斯达克还是道琼小盘，它们应该是同步进行的。在我所经历了10多次非常强烈的底部时候，我经历了包括比如说这个还有这个，它真正出现底部的时候，往往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波上涨。那么我们第一个让人感觉到非常担忧的理由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波的底部起来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慢，也就是说从这个低点，我们从标准普尔来看，它在3570多，或者说最低点我们到3400、3500左右，这个最低点是去年10月多，也就是说这个位置上反弹了到4100都不到那么这就是将近什么呢？将近差不多就是500-600点，500-600点需要走这么长的时间，将近一个季度，10、11、12、一共是4个月4个月走出了一个季度才反弹了这么一部分。因为从上面4800到下面的3500，它跌了1300点，那么也就是说连50%都不到的这么种反弹，它需要走一个季度。而我们后面看，不管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底部，我们说它需要多长时间就恢复修复它50%呢？这个地方的反弹速度在这个地方也就是2-3周，大家看这也是2-3周就要回来那么这个底部的话，那这个就是牛市的一个回调，那么也是不会超过1个月，这里就回调一半以上就回来了那么我们再看前面呢，我们说15年的真正的底部，这里 W 底做好了以后拉上去的话，大家看
也是差不多2-3周就要拉回它一半以上，这也是2-3周拉回到一半以上，它是快速的就应该什么？像14年大家看也是啊，那么再往前看，往前看，也就是说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这个底部跟我所看到的之前的全部的底部都非常不同，所以我不能这里推不出一个结论说这里一定不是底部。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给大家分享过，就是关于数据上，我们知道是由对冲基金和一些做空仓位疯狂的回补那么我们又看到哪些偏多的，一会儿也会给大家分享。好，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速度偏慢，有没有可能在反弹是慢反弹走加速，也就是多头并不是在底部进场，而是在半途中做空中加油，或者说半路上车的这种形态呢？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在美股的这个经历了这么多次的走势中，它并不是非常常见。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底部的这个反弹速度不够。第二点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市场的4大指数不同步。我们可以看这是道琼已经反弹了非常多，如果每个指数都反弹这么多，那么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说，这个地方就是完全转多的这么一个信号。如果每个指数都走成这样，这是一个非常踏踏实实做多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现在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道琼和 QQQ 的一个比值QQQ 比道琼的一个比值一直都是科技股在牛市过程中，科技股是比较靠前的。那么在这个位置上，科技股这次再次进行一个轮动。那么我们如果看到的是一个底部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市场的整个指数它们之间不应该是走出如此的分化。那么指数走分化往往是牛市中进行板块轮动的这么一个特征，而不是我们现在出现所谓底部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第三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第三点我们想分享的是整个的我们的货币政策和整个市场所处的这个环境，包括资金环境，没有出现你所想象中的那种大宽松，仍然是处于一个非常紧缩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我们从宏观上来说。而我恰恰不愿意提宏观，就是因为大多数朋友特别喜欢聊宏观，聊货币政策聊美联储，而忽略了对平常我们交易计划的这么一个制定。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讨论和学习，我们为粉丝们建立了交易之刃的 Discord 讨论频道，在这里大家可以跟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讨论学习，分享股票的知识。好，那么回到更细的一个角度来对我们当下的走势进行一个拆解。首先我们看市场的一个情绪，我会把这个网站是幸运老师做的这个网站Fair Grade Grading 这个 Investing， 或者说他们那个网站是开放的。那么我把这个给大家看，就是它里面运用了很多市场上的一些数据也都是公开数据，然后做成了这样的一个表格。那么当下位置属于相对来说比较贪婪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另外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对市场的这么一个观察。我还记得咱们几周之前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在市场中在这个底部出现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磨人的，而且呢大家的恐慌情绪比较高那么我们在当时的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说，虽然市场在这个位置上是下跌，但是市场的情绪是在恢复的。为什么？因为在下跌的过程中，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在这个位置上有一段时间特斯拉和苹果，大家可以看我们可以看特斯拉，我们把特斯拉的图和标准普尔进行一个对比。好，那我们把它拉回来之后，大家看特斯拉有一段时间的这种暴跌，其实市场上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出现一个暴跌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特斯拉也好，苹果也好，他们在这个市场上走的这个位置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把整个大盘都带下去了，而他们把整个大盘都带下去的这个过程中，
市场上标准普尔标准普尔在这个位置上没有跌下去，而是在这里 hold 住，也就是当时是大科技在这个位置上走的非常的弱，它把指数拖累了，所以当它拖累了这个指数，然后呢，市场整体上的深度是非常不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情绪是在回暖的。还有我们回到标准普尔。我们回到标准普尔，好，把它关掉。回到标准普尔，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市场的情绪是内部是在增强的，所以我们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发大财信号，而且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变色，然后指标均线的上差。我们把整个，如果你比如真的说我什么都不会，我不会判断任何，就是都不会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你说你什么都不会，看不见。那你就把我们整个，比如说你把 K 线吧，你把这个 K 线呢给它什么呢？给它去掉，你就看均线如果你就看均线的话，你就仅仅是看均线，比如说均线下差就是空头，上差就是多头，其实你也就是8、9不离10，也不会差太多。好，那么说多了，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分享那么我们看到说市场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说市场的情绪在这个位置上是比市场的走势要来的强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看这些时间差不多就是12月底的这个状态。大家看12月底的这个状态出现的是深度的一个低背离，也就是说市场整个的深度是出现了比这个指标是走的比指数的价格走的强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当下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当纳斯达克走的越来越高、越来越强的时候，它的深度是越走越弱。那么不光是纳斯达克，我们看到标普的这个走势也是这样的，就是当你的指数在向上走的过程中，它的深度是越走越弱，也就意味着市场的情绪其实在这段时间出现了过热和同时变弱。什么叫变弱？就是市场上上涨股票的家数，或者说市场上整个市场动能在一个减弱。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大家能了解的是，市场的风险其实是在增加的，而市场上我们非常厉害的就是这非常吸睛的，就是像特斯拉这样的公司，它的这种暴涨让大家会以为整个市场上那真是无敌的这么一个状态，会觉得整个市场实在太棒了太棒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像当时看多的时候的那个观点一样，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就要非常的小心。好，我们来单独说一下特斯拉。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市场深度的时候，我们说深度在逐渐出现背离，那么特斯拉严重超卖，我们出发大财之后上去了之后，大家看这个位置上，我认为已经来到了非常重要的要锁利的位置。那么你即使今天不锁利，也得下周锁利。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双压力位，之前的这个成交密集区加上我们的紫色带成为了双压力位。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应该进行一个对仓位的一个保护，或者说进行落袋，一部分落袋为安那么这个时候反而市场的情绪过热，大家会疯狂的想往里冲。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我这个频道成立4周年仍然是人数极少，主要原因是没有跟上市场的大家的需求。而对我来说稍微多的说2句，就是我不愿意去说你们想听的。我知道大家市场在这个过程中非常 FOMO， 就怕错过这个时候你提这个地方应该卖出，如果要继续涨到200多，那绝对的恨死了。整个下跌的过程中，我们从300多这个位置上假突破一直跟到现在，基本上都是说大家不爱听的，也就意味着你在下跌的过程中告诉大家其实公司价值非常多，其实这是一个索要筹码的过程。而在上涨的过程中，当大家都想冲进去的时候，就说这个地方需要锁利，那基本上呢就是不是一个咱们说流量的过流量或者说密码来，从流量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说，但是从交易的角度来说，我们交易想赚钱必然站在少数的那一侧。因为如果一条船上大部分人都站在一侧，那么这条船一定容易翻直到它什么船不容易翻，就是平衡的船。那么我当然可以说这个地方特斯拉的，我们分析了特斯拉的基本面，相信大家可以看到特别多的 YouTuber
视频去讲特斯拉芯片，也可以现在就跟大家说，特斯拉我仍然看目标价500，或者说为什么储能未来自动驾驶都太棒了。那如果它跌下去了，无非我就说是主力太坏了，那些恶装马斯克渣男、鲍威尔渣男，对吧？还是那一套嘛，花街割韭菜，反正就是还那一套，大家宣泄完就完了我也获取流量。但是从交易的角度来说，这个位置上你就应该比较小心，这就是一个小心的位置。我们再换到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来看，比如我们换成彩虹图，就是固比均线组。如果我把这个 K 线给你去掉大家可以看，如果我把你这个 K 线去掉，那么我们把 K 线去掉了以后，你光看均线组的话，你呢告诉我现在特斯拉在什么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说这个均线组你不管怎么定义，它仍然是一个强烈的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也就是说，当下降的趋势说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底部进行买，它是一个什么呢？叫物极必反的原理，就是当大家就相当于被动卖筹码。比如说我就想抢你的筹码，我跌，你说我是信仰者，我就不卖，那我再跌你卖不卖？你不卖，再跌不卖，再跌最后你就被动卖，我让你 margin call 你就卖不卖？你就只能卖了。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被动抢筹码的一个过程。可真翻上去之后，我想跟大家说，我们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第一波的一个反弹，不管它走的多高，它要想真正的反转，需要盘整进行整固再次跟大家重申，我们分享过很多次的口诀高位突破是熊是卖点，低位拉回，低位跌破拉回是买点，横盘才是最强。那么横盘的过程中，就是如果它现在非常强的走势，它应该在这里进行一个横盘的整固横盘整固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在通过横盘的过程中产生反向的中枢，以化解向上套牢盘和下面这些获利盘的卖出的压力，那这才是一个非常强力的过程。那如果你现在看到的这样走势，它只是弹得非常快，你要指望它再上新高，它的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下面有获利盘要卖，上面有套牢盘要卖，那么这两边都会对它这个位置上进行构成压力。那么我们需要等待的是什么呢？第一种走势，在当下位置上做出小幅的收敛横盘形成新一轮的突破，来收集这个筹码。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第二种方式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地方连续的再上之后继续形成新的下跌趋势。那么不管是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均线组，我们的趋势是需要时间震荡才能再次向回走好。所以我们真正对于特斯拉投资也好，投机也好的真正的买点，并不是说我们左侧的这样一个，而是等到它的这种震荡了拉回的这样的一个买点，是我们整个买点中是非常有坚韧的，或者说非常低风险的。在当下这个位置上，你需要克服的，或者说大家需要克服的，就是一个什么呢 ？FOMO 的这种情绪。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中其他几个我觉得需要观察的点。第一个呢，我们在财报之后出现的这种微软，大家看微软在这个位置上财报以后出现的是一个，我们在第一时间解读了这个财报那么第一时间解读完财报之后，我们说整个给的就是财报一般，但是有很多亮点，而且那几个亮点还相当不错，但是盘后给出了极其让人失望的一个指引。那这个不仅是云增长只有 20% 左右，然后它其他的增长都是个位数，且它的支出也会增长超过收入的增长，那么意味着它全年的这个盈利估计就是打平。那么市场紧跟着就下去了，下去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微软走出了一个什么呢？反脆弱的行情，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它并没有直接下去了。我们当时如果你看的话，其实这里是个阻力阻力之后呢，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应该下去，可以下去，但是没有，而是拉回并且突破了这个平台。那么这典型的是一个资金买入的行情，也就是如果我们大盘出现风险，或者说大盘下去的时候，其实资金已经告诉你了，而且长线的这种资金告诉你，微软是他们进货的目标。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微软的它的特点我们分析过了，1/3是相当于保守的垄断，
还有包括云服务，再加上现在非常火爆的 ChatGPT 人工智能的这个服务，对于微软来说，既可就是你买入，比如说你要是基金经理，你可能特别想买微软，为什么？你先买了再说，如果跌了，你就可以跟投资人说，就赖渣男呗，鲍威尔渣男，或者又赖华尔街无耻，或者说整个环境都不好，我也无所谓。但如果它真正涨上去的话，你手里是有仓位的，你不会被大盘甩下，而且微软很难被大盘甩下。所以这个就是明显感觉到这是做多资金进去了。那么进去的话，那我们会看后面的一个如果出现后面的一个回调，那么这个回调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我等它的一个2次的回拉，还可以再次进行一个操作。那么整个微软从基本面上，我们其实也都分析到了。还有呢，就是几个金融板块的公司，比如说今天 ASP 它的财报不错啊，然后呢，我并没有仔细去分析，但是这个地方形成了强烈的一个缺口的一个突破，那么就形成了 PEG 我们说 Power Earning Gap Up。那么这个位置上，我觉得是跟很多股票，包括我们说 COF 这个股票它也是出了这个财报那天财报那天本来是什么呢？也是财报不佳，低开之后直接拉超大的这么一个阳线。那么我们再配合其他的一些股票，其实我特别想说，英特尔这个股票，它的整个这个基本面那差的简直太离谱了，都不知道这公司怎么能差成这样。然后我们整个半导体板块仍然能在这里坚持，那说明什么？说明资金还在半导体板块中进行一个买入和博弈，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市场风险，同时也看到了市场上的资金的一些选择。明显有选择什么半导体，选择了什么？选择了那些信用卡公司跟消费相关的公司。那他们会不会对，还是说他们会不会被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大科技公司出来的是微软，明显反映的就是反脆弱。所以我们综合上来说，整个市场的走势其实难度是很大的。我经常说这句话，难度大，确实难度就不小。一方面我们出现情绪过热，这里风险陡增，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你买入风险是偏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去嚎叫着做空 all in 做空，第一，我们所用的工具比较少做空，第二点是关于工具的话，我专门会列一期视频给大家讲，就是做空我们的局限性在哪儿，我们的问题在哪儿，还有我们如何去做，那敬请期待吧。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想说的是，你在做空过程中，其实你的一个止盈点是比较难控制的，而且里面有些股票确实是有资金进了。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选择一些强势的股的回调进行买入而且多头是可以耗，关键只要是你拿的是优质资产，比如说我拿到微软这种优质资产，我就算在就是我240、250买到，我就算站岗，你就哪怕咱们说最差，你350买了。你在这个站岗，其实第一它有分红，对吧？它一年也能分个2块多，对吧？一年2块4、2块5，那一年真下来之后，你300多变成300，就降几块钱是几块钱吧。然后你真下来之后，你再看，其实你并不会最后就是完全亏没，因为它最后还会涨回来，因为它是这种垄断性的公司你不用那么的那个担心。但如果做空的话，那就拿不住了。所以多说两句来说，这个位置上是我们不仅看到风险，同时也看到资金进场的这么一些信号。那么这是个混乱的地方。那对于我来说，我感到非常忧虑，或者说我感到对这个市场感觉到我的感觉是我的观察。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现在最佳的一个策略就是选择用现金进行观望。那么如果出现了向下，我可能会加一部分的空仓进行一个小规模的一个做空，吃一个波段。然后呢，等它回调的过程中，我对一个我分析出来的优质资产，不管是特斯拉、微软，再进行逐步的操作和加仓。那么这就是我对当下市场的判断和我的交易计划。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礼拜再见，周末愉快，拜拜。